月经羞耻在东西方都是存在的，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不能正视女性的盆腔疼痛、痛经，我就忍着。她不知道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疾病还是非常复杂的，导致了痛经和不孕，发病率真的很高。2023年呢，全球发病是超过2亿人。我从医30多年了，最擅长的大概就是治疗痛经和不孕。写《她的经济》这本书，其实缘起也非常简单，看到了大量的被疼痛折磨的这些女性，带着非常渴求知识的这种想法来到我的诊室。我就是一直痛经特别严重，我今天早上6点钟是疼醒的。每个月呢，女性在这个激素的作用下，让这个子宫内膜变厚，为了受精卵到来以后给它一个温床。如果说没有怀孕，那么激素就撤退，子宫内膜脱落，就形成月经。有一种物质叫做前列腺素，它是在这个子宫内膜合成的。正常人的体内前列腺素不是很高，可能有点不舒服就结束了这个事情。前列腺素分泌的多，导致一个子宫过度的收缩，所以整个的疼痛。它不仅仅作用于子宫，它实际上也作用于胃肠、平滑肌。所以呢，这些女孩可能会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，恶心、呕吐、出稀汗，甚至大便次数多呀，甚至腹泻。你现在痛经痛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我给您看一下啊，这个尺子，你自己可以滑动这个尺子。大概是就是痛的厉害的时候，大概得有8、9分吧。痛经分为2种，原发性痛经，很早年就开始痛经，找不到非常明确的这个病因的时候，主要就是用止痛药呀，或者用避孕药啊。建议大家止痛药就是一定要在你觉得痛马上开始用药，目的是阻断前列腺素的释放，不要让它生成。等到你忍痛了很久了，你再用药，这个时候就晚了，你已经产生了，只能等它代谢掉了。长大了就好了，生一个孩子就好了。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。生一个孩子之后，有一些宫颈变得比较成熟，经血流出的非常顺畅，这种痛经也就消失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继发性的痛经，原来没有疼痛，到某一个时段开始了越来越严重的痛经，可能会伴随一些疾病，比如说常见的子宫内膜异位症。正常的子宫内膜应该在子宫腔里面，当它这个子宫内膜到了其他的部位生根发芽长成疾病的时候，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。它可以到全身各个地方去，实际上如果落到卵巢上就形成了一个巧克力囊肿，到子宫肌层里面就叫做子宫腺肌病，到更远处比如到肺里面去了，一来月经就气胸，这是典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。我还比较有典型性，就是中国女生的这种疼痛的漫长历程。我从初中到高中，基本上只要是来月经我就请假。24岁左右，如果当时不是疼了我站不起来，被推轮椅去急诊看，我觉得我应该还能再撑。B 超显示我卵巢双侧都有囊肿，右侧的囊肿已经7公分了，直接做手术了。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所以我觉得原来我真的是白疼了这么多年。诊断延迟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，特别希望年轻的女性能够学会自我诊查，6大症状早知道。痛经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生活、性生活的不适，如果有其中一条，就应该到医院。有人说痛经导致了不孕，实际上是内症导致了痛经和不孕，这2个病症如果一起发生的话，10之8九你可能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。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痛经了，痛到可能我就是没有办法下床，长达10多年才知道是有内遗症这么一个病症。当时的内遗症已经其实很严重了，备孕了挺长一段时间，也尝试了各种中医呀、西医的手段都没有成功。徐斌主任在给我做完手术之后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身体轻松了。原来不痛经是这么美好的，原来我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。目前宝宝都已经出生5个月了。内遗症患者生活管理啊、情绪管理啊等等方方面面都要跟上。我们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药方，可以产生很多的珍贵的激素，比如说内啡肽啊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镇痛的最佳的一个药物。阳光下运动就可以产生让你非常愉快的一些物质。我们接触的方方面面的塑料制品啊等等，其中有钾性雌激素，
进入人体之内呢，发挥雌激素的作用，从而使内异症进展或者疾病加重。我也特别想借这个书呢，就是请他们的家长，甚至他们的父兄这些周围的人都能学习一些知识，能够正确的让他们对待这个疼痛的问题了。